行家這台高能 S140 Pro 充電器在全一線供應鏈控制、自主設計生產以及高效的次級濾波設計方面表現非常亮眼。對於大多數用戶來說，這台充電器的設計思路是非常穩妥的，能夠在日常使用中帶來更加可靠的充電體驗。各位们，大家好啊！這一期我們把行家高能 S140 Pro 拆開來看。前面測試篇我們已經把它的性能、功率表現和穩定性都跑了一遍。這一次我們不看參數，不看宣傳，只看裡面到底用了什麼電路方案，從電源拓撲、功率器件到多口管理和安全設計。這台140瓦級別的充電器到底是靠什麼支撐起它的輸出能力？它的設計思路是偏性能、偏穩定還是偏安全？這一期拆解篇我們一起拆解找真相。這個充電器官方已經推出改進版本的，我們先用這個改进版本的來採集一下榮耀手機的100瓦 PPS 充電曲線，然後再來看一下這根線材的拉力數據。這個充電器把協議改了一下的一個版本，2個 C 口 C1 口的協議，它把 SCP 剔除掉了。剔除以後，這一個充電口就可以完美的支持榮耀的100瓦 PPS 啊。我們現在就是採集這一個充電數據，100瓦 Max 開啟，我們直接充電啊！現在是6%的電，這個手機已經100個電了。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這個100瓦的 PPS 充電曲線也是走得很標準，高功率階段集中在前面的11分鐘時間，最高峰值功率頂到接近80瓦，後面一直就是57瓦的功率，一共持續了10分鐘時間，然後調整功率變成45瓦功率，充了9分鐘，後面又降到37瓦。34瓦到90%以後就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從6%的電充到100的電，一共花了36分鐘，充電時間也是很快的。我們看一下充電器的溫度啊，溫度採集線採到最高溫度是39攝氏度，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4度左右，能把100瓦 PPS 充電曲線走標準，就證明這個充電器的舒適能力還是可以的。這根線材我剛剛已經做了3次拉力測試，大家先看一下這個拉力測試的過程啊。3次測試下來，它可以承受平均41.4公斤的拉力。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把這個線材給它剖開，看看內部線芯的情況。這個是線材外面的編織網，剝開它的外皮，還有一層黑色的布一樣的把它包住的。內部抗拉棉繩有2根，正極線2根紅色的，負極線2根加粗的裸露的，這4根為信號線缆。內部的銅絲都是抗氧化能力更強的鍍硒線銅絲，同時內部沒有包裹抗拉纖維，整個線材的拉力就靠這2根棉繩啊。Type-C 頭子做工細節還是可以的。我們把這個合金的外殼把它取下來。現在2端的外皮我們都已經去掉了啊，這個是做了鋼殼保護的。這根 Type-C 頭上面有芯片焊盤，這裡是有一顆芯片的。線材內部 eMarker 型號為深圳匯能台半導體出品的 HUSB332B， 這是業內首顆通過 USB PD 3.1 認證測試的 USB Type-C 電子標籤芯片，支持最高240瓦的功率傳輸和 USB 4+3 40Gbps 數據傳輸，同時也支持雷電3，自帶加密功能，可應用於設備對線纜的身份識別。匯能泰2015年成立，專注於智慧能源控制技術研發。兄弟們，這就是這一根行家240瓦編織 CC 線內部所有的用料信息啊。至於用料好不好的話，大家自己評判吧。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把這個充電頭拆開，看看內部的電路架構的情況。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我們先用撬棒撬試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開。試着撬了一下，是撬不開的啊。我們直接用切割機把它切了。切的差不多了，我們直接就把它撬開了。內部的膠還是灌得很滿的啊，可以直接把內部的模塊給它拔出來。第一感覺，內部的元器件布局都是非常的板正。內部的交流電的輸入是通過藍色和灰色的2根導線連接到主板上的。這一塊白色的塑料片直接連到這上面來，也可以做一個初次級的隔離來用的。金屬散熱片也是粘得非常緊的，這看來把它拆開的話還要費點時間了。拆來一堆白色的散熱膠啊，這個膠粘得非常的緊。然後這個就是電路模塊，我已經把它清理乾淨了。
鍍鎳的金屬散熱片，下面有麥蠟片做绝缘處理。初次級隔离用的白色的塑料片，背面同樣有金屬散熱片，同時变壓器上面還有一個隔離片，作為初次級的隔離。行家作為一個老牌的電源生產廠家啊，不管是電路布局還是電路的用料都是很頂的。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兄弟們，前面測試篇我們已經把它的協議兼容性、穩定性和多口實驗體驗都走了一遍。這台行家高能 S140 Pro 的整體產品性格很明確，它不是靠花活去博眼球，而是更偏向穩和更偏向長期使用的取向。那麼問題來了，這種取向到底是怎麼在電路裡面實現的？我們先把它的內部架構用一句話來講清楚。它採用的是前端高效率的主電源加隔離輸出母線加後端3路獨立降壓的典型高功率多口方案。輸入端把市電側的干擾線壓下來，為後級提供乾淨的工作環境。主電源部分負責把交流電轉換成隔離後的直流輸出。輸出端3路降壓是相對獨立的，並且每一路都有電流採樣與保護器件配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前面是把電做穩的電源平台，後面是把電分好的3路降壓系統。接下來我們就按照順序，先看 EMI 主電源拓撲，再看隔離整流與濾波，最後重點的講3口獨立降壓和協議控制邏輯，把它為什麼能做到這種使用體驗一層層講明白。EMI 與主電源電路，我們先從最外側開始交流的輸入端。首先是一顆來自東莞貝特電子的936系列4安250伏保險絲，用來應對浪湧和異常工況。貝特電子2003年成立，專注過流保護元件製造。緊接着是一顆汕頭松田電子出品的藍色的壓敏電阻，用於雷擊保護和瞬間湧入的大電流。汕頭松田電子2012年成立，主營陶瓷電容器、薄膜電容器、壓敏電阻器等等。後面接着是第一級小型繞鉛式供膜電感，配合一顆松田電子 0.4G 微纺275伏安硅 X2 電容，這是第一道 EMI 濾波，主要針對供膜干擾做抑制。往後是第二級同帶式供膜電感，體量和用料更偏向高功率應用。這一級的作用是進一步壓低傳導干擾，為後面的主電源創造乾淨的輸入條件。整流部分使用的是一顆江蘇揚鐵電子出品的8安1000伏橋式整流橋堆，規格選擇面得140瓦級別，功率有足夠的餘量。揚鐵電子2006年成立，專注分離器件、MOSFET、IGBT 等功率器件製造。整流之後，行家在高壓側給到2顆台灣凱利電子的1微法450伏薄膜電容，中間配合一顆繞鉛式濾波電感，組成一個派型濾波結構，用來抑制整流後的高頻脈動。台灣凱利集團1986年成立，在金屬薄膜電容器製造業頗負盛名。一顆湖南愛華電子出品的 HS 系列12微法400伏的高壓電極電容，作為母線儲能與平滑電容。愛華電子成立於1985年，主營鋁電極電容，是國內電容類器件頭部供應商。主電源控制核心先看供電，一顆台灣豐彬電子的 KF 系列47微法35伏電極電容進行偏置濾波。豐彬電子1980年代成立，專注從事電容器產品研發、生產、銷售。主控芯片是日本瑞薩半導體出品的一顆帶功率因素校正能力的離線數字橫壓電源主控 IW3627。這顆芯片負責整台充電器高壓側的能量調度與保護邏輯。瑞薩半導體2003年成立，由日立公司與三菱公司的半導體部門合併成立，為世界10大半導體供應商之一。主開關機件則選用了深圳英諾賽克半導體出品的 70D130D 氮化鎵開關管，這是整個主電源高效率的關鍵器件之一。英諾賽克2015年成立，致力於第3代半導體硅基氮化鎵器件研發。到這裡，輸入 EMI 和主電源的整體架構已經很清楚了。先把干擾壓下去，再把能量穩穩地送進一個高效率的主電源平台。接下來我們要看隔離之後的部分，也就是變壓器同步整流和次級濾波，這是決定輸出電流乾不乾淨的關鍵區域。
主變壓器採用的是初級5銀角結構，包含獨立的輔助供電繞組，能夠為主控提供更穩定的偏置電流。次級側則是加粗的雙銀角輸出，明顯就是為大電流工況服務的。根據上面的私印可以看到，這是行家自己生產的。在隔離安全方面，行家使用了2顆來自四川特銳祥科技出品的貼片陶瓷外電容，規格分別是470匹法和100匹法，用於抑制原負邊之間的高頻干擾，保證 EMI 和安規標準。特銳祥科技2014年成立，國內被動元器件行業領先企業。反饋路徑這邊可以看到一顆深圳奧倫德實業的 OR1009 光電耦合器，與主控芯片配合，構成一個穩定性很高的閉環反饋方案。奧倫德實業2008年成立，專注紅外光敏光電傳感器件研發生產。同步整流部分是一顆日本瑞萨半導體的 IW610 同步整流控制器，負責驅動2顆陽節電子的 YJG75G15H 同步整流 MOSFET。背面這裡還有一顆。同步整流的加入，直接目的就是降低次級的整流損耗。同時，次級側還布置了一顆濾波共膜電感，用於抑制輸出側的高頻噪聲。在儲輪與濾波上，行家給到了非常誇張的固態電容配置啊！4顆香港萬裕電子出品的 UBR 系列820微法35伏固態電容。香港萬裕電子1979年成立，主營鋁電解及固態電容研發生產。再加上一顆深圳百瑞凱電子出品的 RA 系列1000微法35伏固態電容。深圳百瑞凱電子2011年成立，專注高分子固態電容研發與生產，電容總容量達到4280微法。這一部分的設計取向很明顯，用同步整流把損耗降下來，用大容量 DESR 的固態電容把輸出母線穩住。最後，我們來看這台充電器的最核心，也是用戶最關心的部分。行家在這台140瓦上採用的是3路獨立降壓架構，而不是簡單的並聯分流。協議管理方面，使用了一顆成都易充半導體出品的 CBS8860H， 負責 C1、C2 2個充電口，單口最高支持140瓦功率輸出。USB-A 口則由一顆 CPS8849B 協議芯片負責。最高輸出33瓦功率。成都易充半導體2016年成立，專注高性能模擬及混合信號集成電路芯片設計。在實際降壓執行層面，3路輸出統一採用了上海藍星科技出品的 SC8002 同步降壓控制芯片，一共用了3顆啊，這裡有2顆，然後還有一顆在 A 口的小板上，這保證了3路在控制邏輯上的一致性。上海藍星科技2015年成立，專注電源管理芯片設計。C1 和 C2 口的降壓部分使用的是半橋結構，2路共4顆深圳微造半導體出品的 NMOS 開關管，型號為 VS4621GE。微造半導體2012年成立，專注 MOSFET 的 IGBT 等功率器件，對應的降壓電感採用立式環形電感，帶塑料支架固定，明顯是為高電流和機械穩定性服務設計的。2個 C 口輸出濾波使用的是香港東家電子出品的 KS 系列330微法35伏固態電容。香港東家電子1984年成立，以高品質電解電容、固態電容著稱。2個 Type-C 口的 V-Bus 管控上還額外使用了雙 VS4620GE 作為輸出 V-Bus 開關管，這裡2顆，背面同樣的還有2顆，並且配合 R005 貼片電流採樣電阻，用於電流檢測與保護。USB-A 口這一路降壓半橋由2顆江蘇陽節電子出品的 NMOS 構成，型號為 Q35N03A。降壓電感採用的是合金電感，輸出濾波用的固態電容為深圳百瑞凱出品 VS 系列270微瓦16伏貼片式固態電容。V-Bus 開關管同樣使用了陽節的 Q35N03A 作為輸出開關，並配置 R005 電流採樣電阻。3個充電口都配置了 TVS 順態一致二極管，用於應對拔插、電湧等順態衝擊。這是偏向可靠性和長期使用的設計取向。到這裡，這台行家140瓦的輸出邏輯就非常清楚了。前端把電做穩，中間把母線壓實，後端用3路獨立降壓，把功率和協議一口一口分清楚。咱們接下來聊一聊行家高能 S140 Pro 140瓦充電器的電路設計優缺點。這台充電器的整體架構在細節上有很多亮點，也有一些我們需要客觀看待的地方。優點第一，強大的一線品牌供應鏈。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行家的供應鏈控制能力，從貝特、松田、愛華、瑞薩到陽捷到微造半導體，這台充電器的每個組件幾乎都選用了國內外一線品牌的元件。這種全一線的設計，不僅在穩定性和可靠性上做得非常扎實，
還側面體現了行家在電源領域的強大供應鏈管理能力，這也是它能夠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的原因之一吧。第二，完全自主生產與設計，行家這一套從設計到生產的全自主控制，是國內少數幾家能做到的。這些電感線圈、變壓器，還有塑料件到外殼，幾乎都是出自行家自己之手。這種自家生產全控制的方式，不僅保證了產品的一致性和穩定性，也減少了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確保了產品的品質和交付週期。第三，誇張的次級濾波設計，行家在次級濾波上的設計非常講究，用了4280微瓦的大容量固態電容陣列，而且全是大品牌的產品，保證了輸出端的電流波動的最小化。這種配置在高功率消費級充電器中比較少見，能夠有效提高穩定性和延長充電器的使用壽命。無論是長時間充電還是高負荷的使用，濾波部分的設計都能夠給你帶來更多的安全感。缺點咱們也不避讳，也要點出來，就是這一套功率平台，它的冗餘度有點不足。當然，完美的設計並不多，雖然最大的功率可以到140瓦，大約30多分鐘後就會觸發保護關斷。這一點是為了避免過熱和過載，保證長期的穩定使用，不會影響正常的筆記本電腦充電。只是對於電子發燒友和電子極客來說，這個有點遺憾。總體來看，行家這台高能 S140 Pro 充電器在全一線供應鏈控制、自主設計生產以及高效的次級濾波設計方面表現非常亮眼。對於大多數用戶來說，這台充電器的設計思路是非常穩妥的，能夠在日常使用中帶來更加可靠的充電體驗。經過前面的全面測試和拆解，我們可以對這台行家高能 S140 Pro 的整體表現做出一個比較清晰的總結。首先，從測試邊來看，它在各項測試中都表現了非常出色的穩定性。它的特色就是小米90瓦的私有協議支持， vivo 榮耀100瓦 PPS 的支持， OPPO 33瓦 PPS UFC-S 都可以穩定的握手支持，充電效率高，溫控也非常好，表現是很穩定的。對於140瓦負載，最終30分鐘後觸發過溫保護，這是為了長期使用的穩定性和過熱保護，並沒有損害整體的使用體驗。對於普通的用戶來說是根本沒有影響的。這次拆解部分，我們也看到了行家的制造能力，全一線化的高質量元器件，從整流橋到同步整流控制器，再到大容量的固態電容和高功率的氮化鎵開關管，整個電路的設計並不是追求極限的堆料，而是更注重穩定性和耐用性。特別是次級濾波方面，用了非常誇張的全部大品牌的固態電容配置，這不僅有效降低了輸出紋波，也延長了整個設備的使用壽命。我的購買建議是，如果你是追求穩定性、長時間使用的用戶，特別是中低功率6到120瓦區間，這個應用中，這台充電器無疑是一個非常可靠的選擇，能夠為小米、榮耀、vivo、OPPO 等多個品牌設備提供兼容的快充體驗。如果你是電子發燒友和極客用戶，常用140瓦儲能的高功率設備，並且希望長時間壓榨充電器的最大輸出功率，那麼可能需要考慮它的極限負載下的保護策略，畢竟它是偏向穩和保守的。總的來說，行家高能 S140 Pro 是一款非常適合日常筆電和手機使用的充電器，它的穩定性和長時間的可靠性是非常良心的好產品。測試為了了解，猜是為了真相，認真測猜，客觀輸出。我是烈火真猜，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这個阻燃級別是非常高的啊。